等会儿，我没听错吧？匈牙利的浣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懒。这个时间过得是真快呀，这都2025年了。大家还记不记得2019年香港那阵子是闹得乌烟瘴气，鸡飞狗跳的？那个时候啊，一帮子所谓的什么精英斗士，天天在这个街上喊口号，搞破坏，把一个好端端的东方之珠啊折腾得够呛啊！他们嘴里面喊的什么自由，什么未来，实际上干的都是些上不了台面的事儿。后来呢，咱国家一看这不行啊，家里的孩子不能就这么被外人欺负，被坏人带歪了。于是乎呢，港版国安法这把利剑就唰的一下出鞘了。嚯，那效果立竿见影啊！之前还耀武扬威的那些乱港头目啊，跑得比谁都快啊，作鸟兽散啊，那叫一个干净利落。就在这个时候啊，有两个老朋友啊跳出来了，一个呢是天天念叨自己日不落荣光的大英帝国，另外一个呢是他旁边那个天天下雪的邻居加拿大。这俩国家一看机会来了呀，这香港这不正乱着吗？赶紧趁火打劫啊！不是伸出援手。这个英国呢搞了个什么 BNO 签证计划，加拿大呢也弄了个所谓的救生艇计划，说的那叫一个好听哦，什么我们对香港人有历史责任，什么这是我们应尽的道义。哎呦喂，真是听的人鸡皮疙瘩掉一地啊！说白了是啥？不就是想拉着香港人移民过去啊，给他们那半死不活的经济输血啊，顺便啊狠狠的割一波韭菜嘛？这算盘珠子啊是打得真精明。哎，你别说，当时啊还真有不少人信了他们的邪，一部分啊是那些心里有鬼的乱港分子，那一看国安法来了，赶紧脚底抹油啊，溜之大吉啊！这帮人是怕被清算，但是更多的是一些普普通通的香港人，被当时这个舆论一忽悠啊，这脑子一热，也跟着上这两条贼船。那他们心里面想的是啥？估计是这么个剧本啊，到了这个英国、加拿大，那就是人上人了呀。呼吸的是自由的空气啊，住的是带花园的大别墅，这孩子呢上的是最好的学校，自己呢是分分钟钟找到高薪工作啊，从此就过上了童话里的幸福生活。嘿，你看这梦做的可真甜啊！但是呢，这现实是啥？现实是会扇你耳光的，而且是左右开弓，啪啪作响，给你打得七荤八素找不着北。这不几年过去了啊，当初那些兴冲冲跑出去的精英们，现在怎么样了？我跟你说，那故事真是多了去了哦。不少人是被现实这头拦路虎给了一顿毒打，打的是鼻青脸肿，终于如梦初醒。他们发现啊，这个英国的自由空气啊是挺新鲜的，就是啊有点贵。这个电费账单能让你自由的心跳加速。加拿大的大别墅是挺好，就是这个冬天大雪能把你家门给埋了，想出门啊得先当半天的愚公移山。哎，更别提找工作了。以前在香港呢，好歹是个什么经理啦、总监啦、老师啦、医生的，到了那边啊，对不起哦，您的资历啊我们不认。最后啊，这个金融才俊啊干起了外卖员，高级白领呢当上了收银员，这都算是常态了呀。所以啊，这2年一股回流潮开始暗暗涌动，不少人是静悄悄的想回港。以前走的时候是敲锣打鼓啊，回来的时候是灰头土脸，也不敢声张。不过啊，这人跟人啊就是不一样啊。这有的人啊，他撞了南墙知道回头，就有人撞了南墙，他非但不回头啊，还把这个墙给供起来了。说这个墙撞得好，撞得妙，让我懂得了人生真谛。哎，这就引出咱们今天故事的重点啊，那些移民之后性情大变的港人。这帮人特别有意思，他们在香港的时候啊，那叫一个愤世嫉俗啊！香港政府做什么都是错的，社会哪里都不对劲儿，这地铁太挤，房价太高，老板太抠，总之就是怨声载道啊，好像全天下都欠他的。可是，一到这个异国他乡啊，哎，你猜怎么着？人家进化了，瞬间化身乖宝宝，那叫一个逆来顺受，一个随遇而安啊！这英国的税高的离谱，他们说这是公民义务，为社会做贡献嘛。这英国的公共医疗排队啊都能排到地老天荒，他们说这体现了公平，要耐心等待。这英国的天气10天有9天在下雨，那他们就说哎呀，这叫有情调啊，适合思考人生。总之嘛，以前在这个香港所有的臭毛病到了这个英国全没了。
他们就学会了一个词啊，叫知足常乐。哎呦喂，这境界啊，在国内啊都是得修行几十年的大师啊才能达到，他们一个民就顿悟了呀。你说这神奇不神奇？就在最近啊，这群知足常乐的群体里，冉冉升起了一颗新星，在这个网上啊，结结实实的火了一把。这位大神呢，网名叫香港老师也移民，听这名就知道，以前在这个香港是当老师的，而且大概率还是个黄师，哎，就是给这个学生灌输乱港思想的那种。那这位老师啊，自从移民到了英国，就跟打了鸡血似的，天天在这个网上吹英国怎么好啊，那简直就是人间天堂啊，乐不思蜀啊。可是最近啊，他的一篇帖子却一不小心暴露了这天堂里的辛酸。这位皇室啊，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用一种极其激动啊，近乎癫狂的语气啊，发了个帖子。我给大家念念啊，原文呢是这么说的。他说啊，认识我的人都知道，我从小到大都特别爱吃鲩鱼。这移民之后4年了都没有吃过鲩鱼，真没跟你们开玩笑啊！昨晚我吃了第一口，当时啊我就忍不住哭了出来啊！我的天呐，各位朋友，你们听听啊，为了一条鱼哭了，还是鲩鱼。那这鲩鱼是啥呢？不就是咱们国内菜市场啊最常见的草鱼嘛，10几块钱一斤。哎，你想吃什么清蒸啦、红烧啦、水煮啦啊，你要做个鱼丸都随便你折腾啊。在这个香港那也是家常便饭啊，那普通的是不能再普通了。可是这位皇室呢，为了这么一条普通的鱼啊，在人间天堂大英帝国啊，整整4年求而不得呀。他自己还在这个帖子里详细描述他这4年的寻鱼血泪史啊。他说啊，伦敦的中超我去了无数家哦，就连苏格兰曼城那些地方的集市啊，我都去看过，就是没找着。哎呦喂，我听着都替他心酸哦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啊？这是一种上穷碧落下黄泉，动手动脚找鲩鱼的国际主义精神呀！这毅力啊，你要是用在搞科研上，估计早都攻克癌症了。那皇天不负有心人呐，他这4年的长征终于是迎来了胜利的曙光。最近哦，他终于在这个伦敦唐人街的一家超市里买到他日思夜想的神鱼。哎呦，他那股子得意劲儿哦，隔着屏幕都能给我淹了啊！他是这么写的。昨日我竟意外寻得来自匈牙利的鲩鱼，仅有3块不同部位，我便立即悉数购回。等会儿，我没听错吧？匈牙利的鲩鱼，朋友们，这是个什么新物种？这匈牙利不是内陆国吗？他们那儿产的鲩鱼是坐飞机还是坐高铁到这个伦敦的？这鱼的身价估计比咱们这位老师身价都高啊！而且啊，更有意思的是，这位老师买到宝贝之后啊，生怕别人跟他抢啊，特意在这个帖子里强调，此冰鲜鲩鱼购自伦敦唐人街的中超，请勿询问具体店铺，我不会透露。你看看哦，这格局哦，这一条鱼就让他紧张成这样啊！这哪是生活在天堂啊？这分明是生活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末日废土吧！生怕邻居过来抢他那3块鱼骨头。当晚呢，这位皇室就迫不及待的把这个鱼给清蒸了。吃完之后啊，他给出了至高无上的评价，这个味道啊极佳，是令人怀念的记忆之味，即便花费重金亦难以购得。花了多少重金咱不知道啊，但是这记忆之味我算是听明白了。这哪是吃鱼啊，这吃的是乡愁啊，这吃的是悔不当初啊！如果这个故事到这里结束，那顶多就算个悲情故事。可是咱们这位皇室呢，偏不走寻常路，他炫耀完鱼啊，还不忘凡尔赛一把啊，开始炫富了。他发个帖子说啊，自己现在在英国的收入啊，比在香港的时候还要高。那原话是这么说的：离开香港实在失去太多，我要100倍赚返，而加我爹一家凯收入，每个月交晒税 NI pension 之后，已经多过想香港重赚左自由，舒适凯居住环境、生活空间，非常感恩。翻译过来就是我虽然失去了很多，但是我现在赚的更多。我们家现在每个月交完税、社保、养老金之后啊，到手的钱比在香港还要多，而且我们还赚得了自由舒适的居住环境。我好感恩哟！嚯，这话说的铿锵有力啊，把自己包装成了移英港人里那1%的成功人士。这帖子一出来啊，好家伙，评论区啊直接就炸锅了。香港的网友们啊，那吐槽技能可是点满了的，一个个都化身为段子手，那评论简直是比故事本身还精彩。有个网友就直接开骂，言简意赅的讲了一句：
翻译过来就是什么活该自找的意思。有个网友开启了凡尔赛的模式反击啊，我看见这个鲩鱼啊就不想吃，我平时吃的都是石斑鱼。这潜台词就是啊，姐在这个香港吃海鲜都吃腻了，你还在为一条草鱼哭哭啼啼。更有网友啊一针见血给出了一个封神的评论，这句话我觉得都可以载入史册了。能当上一个洋人的乞丐，而且还有鲩鱼吃，那也算是乞丐中的皇帝了。兄弟们，乞丐中的皇帝啊，这个封号绝了呀！精准辛辣又带着一丝同情，简直就是神来之笔啊！那其他的评论也很有意思，比如什么对啦，过去之后啊才知道什么叫知足常乐，这样不也挺好吗？撑住啊！这话看着是鼓励啊，其实满满的调侃。还有人感慨，必须要经历这些啊，才懂得珍惜。甚至有人幽默的说，闻到酱油味能吃到鲩鱼啊，是会开心点的。最后啊，有个网友的总结啊，我觉得也特别的好。路是你自己选的，跪着也要走完，可别哭鼻子啊！所以说，朋友们，这个事儿看下来，真的是让人感觉唏嘘不已啊！想当年啊，这帮人在香港享受着全世界都羡慕的繁荣和便利，却不知足啊，天天喊着要推倒一切。他们把这个秩序当成了束缚，把这个稳定呢当成了压迫。那如今呢，他们如愿以偿的去了他们向往的自由国度，结果呢，沦落到为了一条在中国最普通不过的草鱼而激动的要流泪，为了一点故乡的味道就要费尽心思，甚至还要藏着掖着，生怕别人抢走。他们所谓的赚到了自由啊，我看是赚到了买鱼不自由、看病不自由、取暖不自由。他们所谓的收入更高，却掩盖不了他们生活品质断崖式下跌的现实。为了维护自己当初那个什么错误决定的正确性啊，只能打肿脸充胖子啊，用这种吃到鱼就开心到爆的精神胜利法来麻痹自己。这哪是什么知足常乐啊，这分明就是无可奈何之后的一种自我安慰罢了。所以说家永远是家。那外面的世界再精彩，它也不如自己家乡的一碗热汤面来的实在。这路呢是自己选的，苦果呢也只能自己慢慢品尝了。好啦，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。大家对这个乞丐中的皇帝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。我是小懒，我们下期再见。